中共最高层再一次集体消失。从8月1日开始，习近平和7名政治局常委，加上在中央任职的政治局委员，全部从公开视野里蒸发，整整10天。官媒上找不到他们任何一场行程，唯一的例外发生在8月3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受习近平委托，出现在北戴河看望当地暑期休假的专家，随行的是中组部部长石泰峰和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按照多年惯例，这一幕就是一个讯号，告诉全世界，中共高层进入了所谓的北戴河时间。然后风声就来了，旅欧的前内蒙古体制内官员杜文在海外社交平台上放出一个消息，说北戴河一场受邀者寥寥无几的小型私人晚宴上出了大事。据他的说法，有一位可能在明年21大退下来的现任政治局常委，当着习近平的面把中南海最危险的那层窗户纸捅破了。他问的是接班人的问题。这则爆料在几天之内传遍了整个中文舆论场，有人说当场气氛降到冰点，有人说一位老常委涕泪纵横，而最让人玩味的是习近平据称给出的那句回应，短短20几个字，冰冷生硬，不留余地。我们今天要做的不是替这则传闻背书，恰恰相反，我们要先把它拆开，看看哪些是可以查证的事实，哪些是无法查证的转述，然后再往下走一层，去问一个更根本也更不舒服的问题，那就是就算这场晚宴根本不存在，就算杜文的每一个字都是编的，习近平还有可能有接班人吗？我们的答案是不可能了，而且原因跟他的意愿关系不大，跟他还能不能活着看到2030年也关系不大。真正的原因是那台能够生产接班人的机器已经被他亲手拆掉了，而一台被拆掉的机器是没有办法在需要的时候临时再组装回来的。要理解这件事有多严重，我们得先弄清楚北戴河到底是什么地方。北戴河在河北秦皇岛，紧挨着渤海，是一片沙滩和松林。从1950年代开始，这里就成了中共的夏都。每年7月底到8月上旬，中央领导集体转移到这里，名义上是避暑休假，实际上这里是一座巨大的政治交易所。要感受这个地方的分量，1958年那个夏天就够了。那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开会，会议做出的决定包括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以及当年钢产量要翻一番。就在同一段时间，炮击金门的命令也从这里发出。几个在海边做出的决定改变了此后几年几亿人的生活，其中一些后果至今仍写在两岸的地图上。邓小平时代，北戴河的功能转了个弯，它不再是拍板巨大运动的地方，而变成协调人事的场所。换届前的名单很多是在这片沙滩上的散步、牌局和饭桌上谈出来的，谁上谁下，哪个位置留给哪一派，元老怎么表态，这些事情不会写进任何文件，但他们在这里定调。2003年，胡锦涛上任之初，一度宣布废除中央暑期办公制度，可过了几年，高层集体消失的惯例又悄悄回来了。为什么是这里而不是中南海？因为北戴河的关键不在于它是不是一场会议，而在于它是不是一个场合。在正式会议上，发言要按排名，要留记录，要考虑政治后果。而在海边的一顿饭、一次散步、一盘棋局里，有些话可以用商量的语气说出来，说完了可以当作没说。这种可撤回性正是黑箱政治里最珍贵的东西，它让不同派系可以在不撕破脸的前提下试探彼此的底线。也正因为如此，围绕今年北戴河到底还有没有会，观察家的看法分歧极大。旅美独立时，评人蔡胜坤就明确表示，18大之后，随着习近平权力高度集中，元老的政治影响力已被极大削弱，习近平对北戴河度假实行严厉管控，早就不再有所谓的北戴河会议了。那个地方现在纯粹就是度假，连提建议都不被允许。他说，近年那些所谓北戴河传出的消息，很多是外界揣摩的，或者干脆是编出来自娱自乐的，没有太多参考价值。而台湾国安官员根据情报资料的分析，给出的是另一个版本。他们认为北戴河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转型成了非正式会议，以政治局委员为主要成员，
不再邀请退休高层参与。今年讨论的内容分成正式和人事两块，正式包含对美与对台策略，人事部分则规划在5中全会后推动为期1年的整顿，目标是打3不纯，抓3种人。所谓3不纯，一是对领导人不忠的思想不纯，二是搞小圈圈、派系团伙的组织不纯，三是亲美、对和平演变抱持幻想的行为不纯。这场整顿要在21大之前阶段性完成，以便后续的人事换届安排。你发现这2个版本的矛盾了吗？一个说老人已经被踢出局，北戴河没有博弈了；另一个说北戴河确实在谈人事，但谈的不是谁接班，而是谁要被清洗。而那则晚宴传闻恰恰卡在这2个版本的缝隙里，它要成立，前提是老常委还有机会在私人场合向习近平进言，这个前提本身就是最可疑的一环。我们把杜文那则爆料的细节完整的摆出来看。据他的说法，这场私人晚宴一开始气氛极其融洽，围坐在桌前的除了习近平，还有几位即将在明年21大退休的现任政治局老常委。酒过3巡之后，一位老常委举起酒杯，一边感慨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不行了，明年肯定要彻底退下来，一边用极高的政治规格对习近平进行吹捧。他把当下的中国比作历史上的康乾盛世，把习近平比作康熙皇帝，说党和人民离不开他，说他雄才大略，100岁可期。杜文推测这个人可能是赵乐际，但他自己也承认无法证实。坐在主位上的习近平据称听着这番话面带微笑，宴会气氛达到最高潮。然后刀子出来了，这位老常委话锋一转，顺着康熙这个比喻往下讲。他说，正因为如今是康乾盛世，我们才更要吸取历史教训。您看那康熙皇帝英明一世，可到了晚年，就是因为迟迟没有确立接班人，迟迟不立储君，结果导致了惨烈的九子夺嫡，儿子们互相残杀，朝廷内部拉帮结派，整个朝局剧烈震荡，差点动摇了大清的国本。说到这里，据称整个宴会厅的空气瞬间凝固，然后这位元老顶着压力把最致命的一句话抛了出来。他建议习近平效仿康熙之后的秘密立储，在明年21大的整体布局中提前把接班人计划考虑进去。据称这句话说完，现场陷入死一般的寂静，陪同的秘书和安保连呼吸都屏住了，所有人偷偷看向主位，等待雷霆震怒或者太极推手。而习近平放下酒杯，用极其冰冷的口吻只回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现有的政治安排中一直都有相应的接班人安排。好，我们现在把这则爆料放到桌上，做一次冷静的检验。第一，这是一场私人晚宴的内容。私人晚宴的定义就是没有记录，没有列席名单，没有官方通稿，它的内容要流出来，必须经过至少1名在场者，再经过至少1到2层转述，最后到达一个身在欧洲的前地方官员手上。这条链路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添油加醋、选择性遗漏或者纯粹的想象加工。第二，关键人物的身份是推测的。杜文自己说，这名常委可能是赵乐际，但无法证实，也就是说，这则爆料连主角是谁都不确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句康熙九子夺嫡的类比实在太漂亮了，它工整、对仗、寓意精确，正好是一个中文政治评论者最想写出来的桥段。真实世界里的权力对话往往笨拙、含糊、词不达意，一段太完美的对白通常说明它经过了文学加工。所以我们的判断是，这场晚宴很可能不是真的，至少不是以这个版本发生的。但是接下来才是重点，一则假消息之所以能够传遍全网，往往不是因为大家相信它是真的，而是因为大家相信它应该是真的。也就是说，这则传闻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精准地击中了一个所有人都感觉得到，却没有人敢明说的真实焦虑。那个焦虑就是中共这台已经运转70多年的权力机器，现在没有下一棒了。顺带一提，那个被拿来当作解方的秘密立储本身也值得说几句。康熙晚年的九子夺嫡确实惨烈，而真正建立秘密立储制度的是雍正。他的做法是把继承人的名字写下来，一份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面，一份自己随身收着，等到皇帝去世，2份对照，当场宣布
这个设计的巧妙之处在于，它让继承人在皇帝生前完全不具备任何政治实体，没有班底，没有属官，没有人可以提前压注。但这套制度有一个绝对的前提，那就是继承的合法性来自血缘。所有的皇子都是皇子，名单上的名字是谁，大家都认，而中共没有血缘可以依靠。他的最高领导人不是父传子，而是要从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中选出来。所以，就算真的有一个名字被写在某个信封里，等到需要打开的那一天，没有任何机制能保证那张纸上的名字会被承认。换句话说，秘密立储在中共这套结构里根本不成立。这是一个听起来高明，但实际上无法安装的方案。要理解接班这件事在中共有多凶险，我们得回到历史里走一趟。毛泽东时代，他亲手指定过的接班人一个接一个的毁掉。刘少奇被写进党章，被称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文革一来被打成叛徒、内奸公贼。1969年死在开封的一间屋子里，身边没有家人。林彪接了刘少奇的位置，接班人的身份甚至被写进了党章。结果1971年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飞机残骸烧成一片焦黑。华国锋是毛亲笔留下的，你办事我放心。接了班之后不到5年，就在1980年前后被逐步架空，体面的请下台。毛泽东一生指定过的接班人没有一个善终。正是因为看够了这些，邓小平回到权力核心之后，才会如此执着的要建立一套制度。他做了3件事，这3件事共同构成了后来40年中共权力交接的全部基础。第一件是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1980年前后，邓小平反复讲这个问题，之后陈云、杨尚昆、薄一波、习仲勋、万里这一批元老陆续正式退休。1989年，邓小平自己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用实际行动把终身制关进了盒子。第二件是集体领导，权力不再集中于一人，重大决策由政治局常委会共同做出，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单独拍板。第三件也是最精巧的一件，叫做隔代指定。隔代指定这个词从来没有出现在中共任何一份正式文件里，它是一项非正式的共识。它的逻辑是这样的，在位的最高领导人不能自己挑选自己的接班人，而是由上一代领导人提前为下一代指定。邓小平在1992年的14大上，隔代为江泽民指定了胡锦涛。据毛泽东的秘书李锐生前透露，邓小平同时还隔代指定了朱镕基接任国务院总理。到了2007年的17大，习近平和李克强一起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习近平被视为江泽民为胡锦涛指定的接班人。这套设计的高明之处在哪里？在于它同时解决了2个问题。第一，它让接班人在正式接班之前的5年就已经进入权力核心，可以熟悉最高层的运作，建立自己的工作班底，让整个系统慢慢适应它的存在。权力交接因此不是悬崖式的坠落，而是一道缓坡。第二，也是更关键的，他把选择权从在位者手上拿走了，这就避开了一个死结。如果由在位者自己挑选接班人，那么在位者永远面临一个诱惑，就是不断推迟，不断换人。因为只要接班人一天不确定，他手上的权力就一天不会流失。而隔代指定等于用一个已经退场的人的权威，强行为下一次交接上了一道锁。搭配这套机制运行的还有一系列非正式规矩。江泽民时代创造出来的7上8下，67岁可以继续任职，68岁就要退下。接班人进入常委会之后，通常会被安排接任中央书记处排名第1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这3个职务。这是一套公认的储军认证标记。这整套东西就是中共的接班机器，它谈不上漂亮，也谈不上正当，但它确实运转过，让一个没有选举、没有法治、没有继承法的政权完成了2次相对平稳的权力交接。然后这台机器被拆了，拆解的过程是公开的、分阶段的，任何人都可以查证。第一步发生在2017年的19大，那一次新产生的7名政治局常委里，没有一个人符合接班人的年龄条件。原本被普遍视为第6代人选的孙政才，在19大之前的2017年7月突然被查，后来以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另一位人选胡春华
做了政治局委员，但没有入常。更关键的是，那3个储君标记职务，中央书记处排名第1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被分别交给了王沪宁、王岐山、陈希3个人，形成一种谁都拿不到完整认证的局面。中央研究院院士吴玉山当时就指出，这个布局的讯号极其清楚，如果没有储君入列，就代表没有指定接班人的意图，而没有接班人就代表在位者准备续任。也就是说，早在2017年，习近平会在2022年连任第3届的结局就已经在人事名单上写得明明白白了。第二步发生在2018年3月，第13届全国人大第1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删除了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2届的限制。这一条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关注，因为它被普遍认为是对邓小平废除终身制努力的直接推翻。第3步是2022年的20大，7名常委产生，依序是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团派和江派的势力被清除，胡春华连政治局委员都没有保住。而在闭幕式上，全世界都看到了胡锦涛被人从主席台上带离的画面。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分析指出，这份名单显示党内对习近平的钳制力量已大幅降低，而且并未规划接班人选。吴玉山当时算过一笔账，20大常委中同样无人符合接班人资格，即便最年轻的丁薛祥当年60岁，若在21大接任，也无法任职超过1届。胡春华这个名字值得我们多停留1秒，他曾经被视为胡锦涛为习近平指定的接班人，是隔代指定这套机制留下的最后一个活标本。他做过共青团第1书记，做过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做过广东省委书记，履历完整的像是照着储君模板刻出来的。结果他在19大没有入常，在20大连政治局都没进去，最后挂了一个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闲职。他没有贪腐，没有出事，没有被查，他只是被安静的、彻底的移出了那条轨道。这件事本身传递的讯息比任何一场落马都更清楚，那就是隔代指定这套规矩已经死了。到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接班机器的3根支柱，任期制、集体领导、隔代指定，在2017年到2022年这5年里被逐一移除，而移除他们的过程是可以查证的公开记录，不需要任何小道消息。现在我们来算一笔冷冰冰的账，21大预计在2027年秋天召开，我们把现任7名常委的出生年月摆出来，看看那时候他们几岁。习近平1953年6月生，届时74岁；李强1959年7月生，68岁；赵乐际1957年3月生，70岁；王沪宁1955年10月生，72岁；蔡奇1955年12月生，71岁；李希1956年10月生，71岁；丁薛祥1962年9月生，65岁。按照7上8下的老规矩，68岁就该退。也就是说，除了习近平本人之外，7个人里有5个到了必须离开的年龄线上或者线外，只有丁薛祥1个人明确在线内。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关于储君的讨论最后都绕不开丁薛祥，他是目前唯一具有常委身份的60后。而海内外观察家普遍认为，一个潜在储君必须同时满足3个近乎苛刻的条件。第一，他必须是习近平信任的亲信，对习绝对忠诚。第二，他必须在年龄上是60后甚至更年轻，与现任领导人拉开至少1代的年龄差。第三，他此时此刻必须已经在政治局或常委序列之中具备法定的晋升阶梯。同时满足这3条的人，全中国只有1个。丁薛祥1962年9月生，江苏南通人，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1副总理。他最大的政治标签是大内总管，从上海市委秘书长到中央办公厅主任，他与习近平几乎形影不离。他的优势在于低调与安全，从来不抢风头，没有自己独立的派系，是个极其纯粹的执行者。对于一个多疑的统治者来说，这样的人在当下最不构成威胁。但他的致命弱点同样明显，他一辈子在秘书岗位上打转，
从未担任过任何一个省份的省委书记或省长，缺乏主政地方、治理经济的一把手资历。在讲究资历序列的中共体制内，这是个巨大的硬伤。第二个常被提到的名字是陈吉宁，1964年2月生，现任上海市委书记。他拥有典型的清华背景，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环保部部长、北京市市长、上海市委书记，历来是通往常委甚至最高权力的关键跳板。江泽民、习近平、李强都走过这条路。有一个经常被引用的细节是，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在访问中国并与陈吉宁会面后，曾意味深长地表示，他希望与中国下一代领导人建立联系。除此之外，被提及的还有1962年生的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1964年生的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964年生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李书磊。这些名字组合起来，构成了海外舆论场上各种版本的21大人事方案。名单看起来是有的，那为什么我们还说不可能有接班人了？因为问题根本不在于有没有合适的人，问题在于指定接班人这个动作本身，在现在这套结构里，已经变成了一件在位者绝对不能做的事。原因有5层，我们一层一层讲。第一层，最直观的一层，在中共历史上，接班人这个位置是一座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口。我们回顾一下这份名单：刘少奇死于监禁，林彪死于出逃，胡耀邦1987年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赵紫阳1989年被撤职，此后被软禁，到2005年去世。孙政才在19大前夕被双开，判处无期徒刑。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胡锦涛时代提前被立为储君的孙政才，中共历史上只要最高领导人一天不放权，任何提早曝光或者被各方势力看好的储君，最终的结局往往不是顺利登基，而是粉身碎骨。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这套系统里，指定接班人不是一份恩赐，而是一道催命符。而且更麻烦的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就算习近平真的想指定某个人，那个人的第一反应恐怕不是感激，而是恐惧。第二层，也是我们认为最关键的一层，在一个没有规则的系统里，在位者唯一的护城河就是不确定性。我们设想一下，假设明天21大真的产生了一位公认的储君，从那一刻开始会发生什么事？从那一刻开始，整个官僚体系的行为逻辑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省部级干部在做决策时，不会只考虑现任领导人怎么想，还会开始考虑5年后那位接班人怎么想。地方官员在提拔人时，会开始倾向于选择跟未来领导人有渊源的人。企业家在投资时，会开始打听新人的偏好。整个系统会像铁屑遇到新的磁极一样，开始缓慢但不可逆地重新排列。这不是任何人的背叛，这是所有人求生的本能。在一个没有法治保障的官场里，压对下一任的人比讨好这一任的人更重要，因为这一任总会走，而下一任会决定你的余生。所以，指定接班人这件事，对在位者来说，不是把权力在5年后交出去，而是从宣布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失血。邓小平当年设计隔代指定，本来就是要用外部权威强行按住这个诱惑，但现在邓小平不在了，元老不在了，制度不在了，决定权完全在习近平一个人手里。而一个完全掌握决定权，又清楚知道指定接班人会导致自身权力流失的人，做出的理性选择只有一个，就是永远不指定。第三层是机器已经拆掉了，没有东西可以承接这个决定。我们前面说过，隔代指定之所以能运作，靠的是一整套配套：年龄规矩、储君标记职务、5年的过渡见习期、元老的背书、常委会的集体确认。现在这些东西一件都不剩了。年龄规矩已经在习近平自己身上破例，3个标记职务被拆散给不同的人，元老被排除在决策之外，集体领导被定于一尊取代。也就是说，就算习近平明天早上醒来，突然决定要选一个接班人，他也找不到一套可以执行这个决定的程序。他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口头宣布。而在中共政治里，一个没有制度支撑，只靠一个人口头宣布的接班人，我们有一个现成的例子，那个人叫华国锋。华国锋的故事值得展开一点，因为他几乎是所有垂联方案的照妖镜。他手上有毛泽东的亲笔手书，
那是理论上最强的合法性背书，强到后来任何人都无法复制。他同时兼任党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职务齐全到超过此后任何一位中共领导人。他还亲手抓捕了四人帮，立下了实打实的政治功劳。结果呢，不到5年，他就被一群没有他那么多职务，也没有毛泽东手书的老人，用开会的方式一步步请下了台。为什么？因为那些老人手上有一样他没有的东西，就是几十年战争和见证过程中累积下来的人脉网络与实际威望。职务是纸，关系才是钢筋。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很不浪漫的道理，在中共这套结构里，权力的真正载体从来不是那张任命状，而是有多少人在关键时刻愿意听你的。而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用指定的方式移交给下一个人的。第4层是人才池被自己清空了。这一层最讽刺，习近平自2022年展开第3任期后，有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任上落马，这个规模被形容为1976年以来罕见。而20大产生的300多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据不完全统计，也有接近100人遭到清洗，包括正式官宣落马和神秘消失的。而这些人全部是习近平自己提拔的。旅美资深政论人士唐靖远举过几个例子：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山东帮的头号人物马兴瑞，整个集团已经被公开调查拿下。被习近平视为头号心腹幕僚的福建帮大佬陈希，失去了中央党校校长这最后一个职务。蔡奇的心腹干将北京政协主席魏晓东也被官宣调查。这里有一个闭环，要成为接班人，必须先在关键岗位上做出成绩，累积资历和班底。但在关键岗位上做出成绩，累积了资历和班底的人，在一个多疑的统治者眼中，恰恰就是最危险的人。所以这套系统会自动的不断的把最有接班资格的人变成最先被清洗的人。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教授史宗汉就指出，即便是在2027年有望晋升中央领导层的官员，年龄也可能过于偏大，不适合接替习近平。台湾政治大学研究中共的王信贤教授则点出另一个层面，习近平对别人的不信任感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对那些关系很多是间接的官员。随着他年岁渐长，跟可能继任那一代官员的关系减少，这个因素会更加重要。还有一件事值得我们放在这一层里一起想，习近平本人是这套接班游戏最直接的目击者。他的父亲习仲勋1962年因为一本小说被扣上反党的帽子，从此失势16年，一家人被打散。他自己在少年时代被送到陕西农村，一待就是7年。到了1989年，他是地方官员，亲眼看着总书记赵紫阳因为在学运中的态度，一夜之间被撤职、被软禁。也就是说，在他成年之后的人生里，接班人这3个字从来不是一个关于制度的技术问题，而是一连串关于某个人某一天突然消失的具体记忆。一个带着这种记忆的人，你要他把权力的未来交给一个名字，交给一份安排，交给一套他亲眼看过失败过很多次的程序，这在心理上就是不可能的。有分析引述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说官员身上看似微不足道的缺点，在危机时刻可能演变成严重威胁，会导致小管勇沦为大塌方。这句话用来描述干部作风，但它同样可以用来描述他看人的方式。当一个人习惯了从小缺点推演到大灾难，他就再也找不到一个让自己放心的人了。第5层是退休已经不安全了。这一层是全部问题的地基。在邓小平建立的那套规矩里，有一条隐含的保证，就是退下来的人可以安全着陆。你交出权力，你保留待遇，你的家族保留利益，你甚至还能在北戴河的沙滩上发表一点意见。正是这个保证，让交权变成一件可以想象的事。而现在，这个保证没有了。2026年1月24日，中共国防部宣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有分析指出，这是自1989年以来，中共首次在同一届任期内撤换2名政治局委员。官方通报里的措辞极其严厉，核心罪名是
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军委主席负责制是邓小平提出并写入1982年宪法的制度。践踏破坏这条，用最直白的话说，就是架空了军委主席本人。海外时评人蔡慎坤曾经爆料说，张又侠被查的原因非同小可。他在2026年7月16日发文说，据传历时半年的审查取得重大突破，为避免牵连儿子，张又侠承认曾有发动政变，迫使习近平交权的企图。我们必须强调，这是海外评论人转述的传闻，没有任何一方能够证实。但有一件事是可以查证的，那就是这个案子卡住了。2026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临时会议，审议个别代表资格。外界普遍预期是要罢免张、刘，结果会议只终止了3名军工系统代表的资格。张又侠和刘振立的名字完全没有出现。到今天，两人被查已经超过半年，官方没有给出任何最终结论，他们甚至还保留着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一个政治局委员被立案超过半年，处理程序却推不下去，这在中共的操作惯例里是极不寻常的。有说法指出，在政治局常委层面，对于如何定性、如何处理张又侠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声音。而张又侠这个案子的分量还不只在于军权，他是红二代，在中共过去几十年的权力结构里形成过一种高度默契的潜规则。大约500个顶级红色权贵家族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金融、电力、能源、军队，各个家族各管一摊，利益均沾。动了张又侠，等于打破了这500个家族最后的财产与安全边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是这样的：习近平不能退，因为退下来之后，没有人能保证他和他的家族安全。而正因为他不能退，他就必须继续清洗那些可能威胁到他的人，而每清洗一次，被清洗者的家族和关系网就多一份怨恨，他退下来之后的风险就更高一分，于是他更不能退。这是一个死循环，越清洗越恐惧，越恐惧越清洗。除了这则晚宴传闻之外，今年北戴河前后还有2个小细节值得我们放在一起看。第一个细节是在北戴河季节开始前的7月31日，中共官方宣布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被撤换，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罗文接任。这个时间点很不寻常，因为北戴河在行政上属于河北省，每年夏季，当地省委书记要扮演首席政治保镖和总后勤官的角色，全权负责最高层的安全与会务。在最高层车队即将陆续抵达的节骨眼上换掉主管，在中共历史上是罕见的。第二个细节是8月3日蔡奇看望专家时的陪同名单。按照往年的惯例，负责陪同的应该是分管科教文卫的国务委员陈怡琴，但他没有出现，位置被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顶替。目前官方没有给出任何解释。这2个细节本身都不算大事，但把它们放在一起，加上今年8月1日起最高层的集体隐身，加上一则关于立储的爆料，加上10月即将召开的5中全会，就构成了一种很特殊的氛围。那不是稳定的氛围，是等待的氛围。还有一个名字在所有21大的推演里都绕不开，那就是蔡奇本人。蔡奇现在同时是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多家媒体指他在操盘21大的人事布局。这个位置的特殊性在于，他不需要成为接班人，就已经掌握了决定谁能靠近最高层的权利。而在一个没有明确继承程序的系统里，这种守门人的位置有时候比储君的位置更实在。当然，坊间也流传着一个看似能绕开所有难题的方案。那个方案是这样的：丁薛祥在明年接任总书记或国家主席的虚职，扮演一个过渡角色，而习近平继续留任中央军委主席，效仿邓小平当年的做法，在幕后牢牢掌控军权和实权。听起来很聪明，是不是？既给了外界一个交代，又没有真的交出权力。但这个方案有2个致命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前面讲华国锋的时候已经讲过一半了。邓小平能做到的事，不代表别人能做到。邓小平在幕后掌控局面，靠的不只是军委主席的职位，而是他个人几十年累积下来的无可替代的威望，还有一整批同辈元老的集体背书。他退居2线之后，全党依然默认他是最终仲裁者。这种威望是历史给的，不是职位给的。第二个问题更根本，
一旦出现一个名义上的第一号，即便他再低调，整个系统的词集就已经多了一个。今天他是傀儡，明天他是共主，后天他可能就是新的核心。历史上这种例子太多了。毛泽东把位置交给华国锋的时候，恐怕也没想过华国锋会在他尸骨未寒的时候抓捕四人帮。所以垂帘听政这个方案并不是解决了接班问题，而只是把接班问题往后推了几年，同时还在自己身边安置了一颗定时炸弹。讲到这里，我们把视野拉远一点，看看别人是怎么走过这条路的。苏联的例子非常有参考价值。史达林死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继承安排，他死后几年，苏共高层陷入一连串的暗斗和清算，贝利亚被处决，马林科夫被边缘化，最后赫鲁雪夫胜出。而赫鲁雪夫自己也在1964年被同僚用开会的方式赶下台。之后的布里兹涅夫执政18年，同样没有安排接班人。等他在1982年去世，苏联进入了一段被称为老人政治的时期。安德罗波夫接班，执政不到2年病逝；契尔年科接班，执政13个月病逝。短短3年之内，苏联换了3个最高领导人，全部是在任上病死的。到1985年戈巴契夫上台的时候，整个苏联的统治精英已经精疲力尽，社会对这个体制的信心也被消耗殆尽。北韩则选择了另一条路，就是把继承问题还原成血缘问题，金日成传金正日，金正日传金正恩。这个方案很难看，但它至少解决了合法性的来源问题。而中共现在的处境，既没有苏联后期那种虽然混乱但毕竟还在运作的政治局协商机制，也没有北韩那种血缘继承的简单逻辑。它处在一个更尴尬的位置，就是旧的机制已经被拆掉，新的机制还没有建立。我们再把时间轴拉回来，2026年7月30日，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当年10月召开20届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这个议程设定，外界的分析普遍指向同一个结论：党内将启动更大规模的清洗。而那个3不纯的整顿计划，如果台湾国安官员的分析属实，其实已经把答案写在里面了。我们把那3条标准再看一遍：思想不纯，指的是对领导人不忠；组织不纯，指的是搞小圈圈、搞派系团伙；行为不纯，指的是亲美，对和平演变抱持幻想，包括那种人在北京家在美西的安排。请注意第2条，组织不纯，搞小圈圈。一个真正的接班人本质上就必须拥有一个小圈圈，他需要有自己信得过的人在关键岗位上，需要有一批愿意为他做事的部属，需要一个能够在他上任第1天就运转起来的班底。没有这些，他上台之后只是一具空壳。可是在这套标准底下，累积班底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被定义成一种罪，这就形成了一个没有出口的悖论。合格的接班人必须具备的东西，正好是这场整顿要清除的东西。也就是说，这场整顿要是认真执行下去，执行到最后，体制内就不会剩下任何一个有能力接班的人，而这很可能不是设计上的疏漏，而是设计上的目的。再往前一步，2027年秋天就是21大，也就是说，未来这1年多是中共权力结构最紧绷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会看到大量的真假难辨的消息从各种管道涌出来，有些是关于胡锦涛的，有些是关于温家宝的，有些是关于退休将领的，有些是关于谁要接班的。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分析过这个现象，他说，这些谣言虽然在细节上经不起推敲，但他们在这个时间点集中爆发，本身就是党内不同派系进行心理战和舆论放风的产物。各方势力都在利用外部平台放烟雾弹，试图在五中全会和21大之前为自己争取最后的筹码。这句话很重要，值得我们多想一层。在一个资讯完全封闭的系统里，谣言不是资讯的失败，谣言就是资讯本身。当一个政权连最基本的权力继承安排都不对外公开，甚至不对党内公开的时候，所有人都只能靠猜。而当所有人都只能靠猜的时候，谁能够控制别人怎么猜，谁就掌握了一种真实的权利。所以那则北戴河晚宴的传闻，就算是编的，也不是随便编的，它是有目的的。
有人希望这个故事被听见，有人希望习近平知道有人在传这个故事，有人希望官场上那些观望的人相信，最高层已经开始讨论后习时代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建议大家在接下来这一年，看到任何关于中南海的惊人内幕时，先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这个消息的最初来源是谁？他是怎么知道的？第二，如果这个消息是假的，谁会从中获益？第三，这个消息有没有任何一个部分是可以用公开资料交叉验证的？能通过这3道检验的消息非常少，而剩下的那些才是真正值得我们花时间去想的。现在我们回到最初那个问题，那句被归给习近平的回应，我们现有的政治安排中一直都有相应的接班人安排。如果他真的说过，是什么意思？我们认为他是一句拒绝，但不是一句自信的拒绝。他拒绝的内容很清楚，接班人的事情由我一个人说了算，轮不到你们来教我做事。但他同时也暴露了一件事，那就是他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名字，任何具体的安排，任何具体的时间表。一个真的有安排的人不需要用这么抽象的句子回答，他可以说这件事我们在5中全会上会有讨论，他可以说某某某已经在承担更多责任，用一句无法被检验的话挡回去，这本身就是最诚实的答案。而历史学家常说，集权政权的垮台往往不是缓慢发生的，而是脆断。所谓脆断，就是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某一天，因为某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整个庞大的机器瞬间分崩离析。为什么会脆断？因为这种体制没有缓冲机制。民主体制有选举，选举是一种定期的、可预期的、低成本的权力重置，它每隔几年就把矛盾释放一次，所以矛盾不会累积到临界点。而一个没有继承机制的专制体制，矛盾只能不断累积，累积到一个所有人都认为现状不可能继续，但没有人知道下一步是什么的时刻。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世讲过一个非常实际的层面，他说，中共领导人的接班人理论上应该在要卸任的前一届就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但到现在还没有。如果习近平的身体状况出了问题，或者临时因为意外而病故，对政权的风险确实很高。这句话说得很克制，但他指向的东西非常具体。习近平生于1953年6月，今年73岁，时间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而一个14亿人口，拥有核武，掌握全球第2大经济体的政权，目前在最高权力交接这件事上，没有任何一套可以启动的程序，没有选举，没有继承法，没有隔代指定，没有储君，没有元老仲裁，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真正的主角其实不是那顿晚宴，也不是那位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老常委，真正的主角是一个结构性的空缺。北戴河的风声会过去，5中全会会开完，21大也总会召开，到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份名单，名单上会有一些名字，有些是我们今天提过的，有些可能是我们完全没听过的，舆论会热闹一阵，各种解读会满天飞。但无论那份名单长什么样，有一件事都不会改变，那就是在那套曾经运转过的接班机器被拆掉之后，中共的最高权力交接已经从一个制度问题变成了一个生物学问题，而生物学问题是不接受谈判的。那么问题就留给我们了，当一个掌握着全球第2大经济体，拥有庞大军事力量的政权，在权力继承这件事上完全没有安全网的时候，这对他的邻居意味着什么？对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对台湾海峡两岸的每一个人又意味着什么？一个没有接班人的政权未必会马上出事，它可能继续运转5年、10年，甚至更久。表面上风平浪静，日子照过，但它也失去了一样东西，就是犯错之后的修复能力。在有继承机制的体制里，一个失败的领导人可以被换掉，政策可以被调整，错误可以被止损。而在没有继承机制的体制里，领导人的每一个判断都会被系统无条件地执行到底，直到现实本身把它撞碎为止。我们不知道答案，但我们知道，在北戴河那片安静的沙滩上，海浪拍打的声音底下，有一个问题正在等待被回答，而所有人都清楚，这个问题迟早会被回答，只是回答它的可能不是任何一次会议，也不是任何一份名单，而是时间本身。